朋友们，我们人类从一落地开始呢，就开始了呼吸。呼吸停止呢，基本上就意味着你的肉人的死亡。上古有真人者，提挈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故能受蔽天地，无有终时，此其道生。这是《黄帝内经》里呢对呼吸养生的高度的评价。可见呼吸对我们的重要性，甚至可以说，呼吸的状态可以很大程度地影响我们生命线的长短。呼吸是连接我们肉人和自由意志的桥梁，通过正确的呼吸，可以让你身心合一。无论什么时候，当你一旦发现自己被业力系统捕获，被习惯驱动，或者陷入到情绪当中的时候，记住，正念呼吸就是你的一个护身符。你完全可以用呼吸当作工具，重新把自己拉回到身体的感觉上来，回到当下时刻。可是很可惜，我们绝大多数的人呢，都不知道怎么去正确的呼吸。多数人的呼吸呢，都很浅，也不均匀，很急促。这样子的话，既无法摄取足够的能量和氧气，也无法排出体内的污浊之气。有一种说法，呼吸到腰，百病自消；呼吸到齐，寿与天齐。掌握如何正确的呼吸，学会迅速调节呼吸，还有如何观呼吸，不仅对你日常的身心健康有莫大的帮助，同时也是你日常进行冥想、静坐等练习必须要掌握的一个基础技能，也是你实修必须具备的基础。今天呢，我就争取给大家把呼吸的法门彻底给讲通透了。我也会把所有呼吸相关的心法呢，都给大家梳理清楚，尽量的做得接地气，方便大家进行练习。首先，我们在平时呢，就要尽可能的去练习使用正念的心法进行呼吸。保持正念，提起觉知下的呼吸呢，可以防止心念散乱。这是一个很自然但是又特别有效的安住当下的方法。但是我们平时的呼吸呢，一般都比较急促，没有规律，它是随着我们的情绪和状态的起伏而起伏的。发现了没有？这样的呼吸呢，其实是情绪习惯驱动下的呼吸，它并不是有觉知的呼吸，在正念下的呼吸。而在正念之下的呼吸呢，是当我们深深地吸入一口气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觉知到我们自己正在呼吸这个事实，然后呢，呼出你肺里所有的气，并且在整个过程当中保持觉知。吸气的时候，你要知道你在吸气；吐气的时候，你要知道你在吐气。深深地呼出一口气的时候，你知道我正在深深地呼出一口气；轻轻地吸入一口气的时候，你知道我正在轻轻地吸入一口气。我们甚至要去感受这个气体从我们的鼻腔进入到我们身体内部的感受，还有气体从鼻腔出去时候的感受。同时，我们要尝试去练习用丹田进行呼吸，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腹式呼吸。我们平时的呼吸呢，都比较浅，并不能把我们肺里的气体全部的排出，总会有一些气体沉淀在我们的肺的底部。而丹田式呼吸呢，能最大限度地让这些气体和外界得到交换，从而增强我们人体吐故纳新的这个能力。另外，丹田式呼吸还有很多的好处，在这里我就不一一的列举了。丹田呼吸法其实练习起来很简单，你就把手放在你的小腹上面，你呼吸的时候去感受你小腹的变化。当你吸气的时候，你的小腹呢应该是鼓起来的，但是胸部却是保持不动的。这和你平时的呼吸，也就是胸部挺起，肚子不动，正好相反。然后呼气的时候，你的小腹则是凹进去的，是向内收缩的，有一种这个腹肌的紧绷的感觉。同样，你的胸部要保持不动，记住这个要领。
丹田式呼吸的关键是，无论你是吸还是呼，都要尽量达到你的极限，就是吸到不能再吸，呼到不能再呼为止。同样的，你腹部的这个收缩呢，也一定收缩与胀大到极点，感觉你的每一口气，恨不能都把这个气吸到你的脚底板，那样最好。然后每次吸气以后略做一个停顿，这个时候呢，是帮助你更好的气沉丹田，或者叫气满丹田。同样，你呼气以后也要有一个停顿，这个停顿十分的重要，因为在这个很短暂的刹那里，我们的妄念最少，情绪最少，基本上我们是处在一个思维空白的状态，这时候的我们最平静，最放松。以上呢，就是基本的丹田式呼吸的心法了。其实一点也不难，但是记住，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所有的注意力都要集中在你的丹田，也就是你的小腹或者说肚脐以下的这个腹部的地方，要尽量做到心无杂念。对于初学者来说，因为我们用错误的呼吸方法太久了，尤其又因为我们的肺部经过了多年的这个不正确的呼吸，甚至吸烟等等的坏习惯，已经变得很虚弱了。所以对我们的肺来说，它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所以我们不用太着急，可以选择每天临睡前平躺的时候，或者随时找个瑜伽垫躺下也行，稍微的去练习一下，或者在工作累了静坐在椅子上，你闭上眼也可以练习一下，找找感觉，慢慢的让自己逐渐的养成习惯。但是记住，平躺练习的时候不要用枕头。这里呢，我再分享一个能慢慢的让我们的呼吸由浅变深，由短变长的方法。当我们练习正念丹田呼吸法的时候，首先我们要把所有的注意力都专注到呼吸上，先看看它到底能有多长。很简单，你在心里先默数1、2、3、4，数了几次之后呢，你就大概知道你呼气大概是几个数了。比方说是5，然后呢，你再试着延长你的呼气的长度，比方说这次你数到6或者数到7，多数那么1到2个数，让你呼气的长度呢逐渐的拉长。接下来你就开始一边呼气一边数数，到了5的时候呢，也就是你平常的水平的时候呢，你不要再像以前一样立刻的去吸气，试着让呼气延长一会儿，这样呢，你就能把你肺里的空气彻底的清空。然后呼气结束时稍作停顿，让你的肺自发的去吸入一点新鲜空气，让它在不费力的情况下，能吸入多少就吸入多少空气。这就相当于你在开车打方向盘时候那个自动的回轮，明白我的意思吧？先让方向盘自己自动的回来，能回多少就回多少。然后呢，就是吸气，我们的吸气一般比呼气呢要短一些，然后依然保持我们现在心里边的计数，测量你吸气的长度，看看能数到几，比如说还是5，然后同样你再酌情的增加1、2个数，增加到6或者7，你就这样呢，连续的练习几个星期，每天1小会儿就行，保持你对吸气和呼气的长度有所觉知。随后就开始你在行走、坐卧还有在户外的时候，随时继续测量你的呼吸。走路的时候你可以用脚步来测量，这样大约1个月以后，你就会发现你呼气和吸气的长度基本差不多都一样了，甚至是完全相同了，同频了，你呼吸的深度也就会随之而增加了。这种练习每次保持个10到20次就差不多了。当你感觉到稍微有点疲惫的时候，你就恢复到平常的呼吸状态就好了。这就是如何把你的呼吸修炼到更深邃的一个很好的方法。还有，当我们在准备开始静坐冥想或者站桩之前，首先需要做的呢，
就是把心先静下来，把你的思绪和心猿意马收住，也就是所谓的息思虑。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先做什么呢？就是要先从呼吸入手，先把我们急促不均匀的随着情绪起伏的这个呼吸呢，迅速地调整为均匀流畅、安静绵长的一个状态。只有把呼吸先调整好，完成了这个准备工作，我们才可以更深入地进行下一步的冥想、打坐等等这些练习。而如何迅速地调整我们的呼吸，这里边是有技巧的。首先，我们先要用刚刚所讲过的这个丹田式呼吸法，深吸一口气，一定要吸满，要做到气满丹田，肚子是鼓起来的，对不对？注意吸气的时候用鼻子吸，这时候你的舌尖是微微的顶住你的上牙膛，然后吸满了以后停顿一小会儿，大概2到3秒，然后呢，你的嘴微微的张开，这时候用嘴慢慢的、均匀的、自然的把气呼出去，越慢越好，不要发出声音，把这口气吐到尽头。记住，肚子是随之向内紧缩到极限的，然后同样再停顿2到3秒。接下来你就再进行下一轮的重复，就这样大概最多10到20次左右。当你感觉到你开始静下来了，你的呼吸也完全的顺畅均匀了，身体也完全的放松不紧绷了，这个时候你可以再恢复到全部用鼻子呼吸。这个时候我们就算是把呼吸迅速的调整好了，也算是完成了我们的接下来要做的静坐和冥想的一个准备工作。同时呢，当我们在很紧张或者情绪很激动的时候，要用到所谓的深呼吸来帮助我们迅速的冷静和放松下来的时候，其实同样也是这个方法。所以大家一定要把这个很基础的迅速调整呼吸的方法练习熟练，运用自如后对大家的帮助会很大。那么到此为止呢，我们讲的正念呼吸、丹田式呼吸和延长呼吸，以及迅速调整呼吸这几个关于呼吸的修炼方法呢，一来可以让你更加健康，延年益寿，聚气凝神；二来呢，可以帮助你保持正念，对当下提起觉知；三来也是给你进行深入冥想以及平时的修行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我们对呼吸的运用自如，其实就是对我们身心的掌控自如。你的呼吸应该是非常的深邃均匀，而且宁静的，静的连坐在你身边的人都听不见。呼吸很急促、很短浅，或者说还带有很大声音的，要么是你不太健康，要么就是你根本就在一个很烦乱不安静的状态之下。当我们悟后起修开始进行实操实修的时候，第一步就应该先学会如何正确的呼吸，并且把呼吸的所有心法都掌握，这是实修当中很重要的内容，是一个真正的修行者应该具备的基本的素质和能力。明白了吗？好了，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我们下期再见。